你看這裡啊，這個家伙是一只貓還是一只狗？哇，睡得啊好像很舒服的樣子。嘿，buddy，睡着了嗎？哇，完全醒不過來啊，還在做夢啊。它是那種仿古式的設計，那上面還有龍和雀的雕刻。這立柱上面的漆皮啊，都已經全部掉落了。连这些木梁、斗拱還有磚瓦，落得滿地都是。這剛才在外面的那個大門，就是用鐵絲啊捆着的。你看地上啊，還有這麼長的蟲，還挺多的。這個桌上啊，還放了一些這種竹子編的茶壺、碟子。看一下櫃子裡面是什麼？是空的。非常的破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僧。现在我们去探寻的呢，是一座从地图上来看规模还蛮大的废弃的寺庙。这座寺庙啊，应该与觀音有關，因為在過去的時候呢，有人把它稱為觀音廟，還有人把它稱之為呢千手觀音廟。相傳啊，以前呢曾經香火鼎盛，卻在30幾年前的一夜之間呢，人去樓空了，只留下了一座座的觀音像吧。因為在網上啊，我並沒有查詢到任何有關於這一座寺廟的相關的資料吧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裡面隱藏着什麼秘密呢。那今天我們的故事啊，就要從這裡開始。這裡有一個石獅子，旁邊是寺廟的大門，不過已經是這樣了，我是有點不好走哦。看那邊，還有一點不好進去啊。我們從這一面走，看一下。你這裡還有這樣的獅子，石頭雕刻的，應該都是近代的吧。朱紅色的門，哇，裡面還有觀音。我們先從這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應該是一個安保人員的一個房間吧？裡面好多安保人的衣服，看來放在這裡啊，有很長的時間了。看這衣服，這什麼？獎狀，嘿，哇哦，這蜘蛛網啊！特別的厚了，這邊啊沒有路，這是個亭子，你看這裡還有仿古的雕花，上面還有顏色。你看這斗拱啊都掉落下來了。還是金色的，仙鶴。那我們從這裡去看一下。
這是進寺廟以前的山門，上面坍塌了。你的中庭，现在就这样了。而那個地方啊，有一個觀音，上面好像還有大殿。這條路啊，有點不好走哦。阶梯，香火還比較的旺，好大的一尊觀音啊，禪坐在蓮花上面，白色的，裡面的水已經比較淺了，沒有魚。這觀音看上去啊，真是蠻大的。这來一個牌子，寫上了“古剎出奇峰，望萬里祥雲絲飄物外”。不過已經比較破舊了。再一個介紹。你看這裡有個功德箱，上面好多香燭都沒有用過的。走，我們上去看一下。那個大殿啊，就在那個地方。这有一些石像，可能是大象吧。啊，这邊的階梯啊，都被堵上了。你看那地方，也沒法進去。我們從那邊走。有房子，好像還有棵樹吧。哼，那是山门，很破爛。你看，這就是這個大殿呢。寫的並不是大雄寶殿，而是觀音堂。這個門啊，是用鐵絲這樣纏住的，是從裡面纏住的。裡面有一些觀音，這裡沒法進去。你看，這裡面有一些觀音像，那邊也有。從這裡沒法進去。頂上的，那上面的龍頭。我們已經想辦法潛入進來了。你看旁邊這裡啊，有一個石碑，
這應該是一個功德碑吧，還蠻高的，千古流芳。不过上面并没有任何的文字，时间是2009年，看来并没有人啊在这里做过任何功德吧，就是一个空空的石碑，09年的，这是它的中庭啊。正中心这里啊，有一尊觀音。隨緣櫃裡面的香火啊，並不是很旺。這尊觀音呢，你看金燦燦的，後面有很多的佛經，寫上了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。香爐，隨緣香都傾斜了，這裡面有很多的杯子，都新的，是另外的一個隨緣香，看一下，哇，裡面全是空的。什麼都沒有。地上這裡還有一個電子的香台，而這裡有一個仿古式的這種櫃子。上面雕花，嘿，有人嗎？有一雙布鞋，這裡有開關，試一下，沒有作用。這裡還有鏡子，這樣。這是觀音啊！你看這個殿啊，兩面呢都是沿山而修建的，而左右兩邊全部都是觀音吧？應該是以觀音為主題的一個寺廟。這不知道是哪位觀音啊，坐在蓮花上面。這是另外的一位，好像是持蓮觀音哎，手持着蓮花，嘿，這哪來的一隻貓？嘿，巴力，它竟隱藏在這個寺廟裡面。嘿，巴力，哇，哪來的一隻山貓？你看這一面啊，同樣也是觀音，但是非常奇怪的是，你有沒有發現啊？他們的眼睛竟然被罩上了，這是不見光還是什麼？有點像寶瓶觀音。然後這種觀音，哦，這裡有介紹，這個叫臥蓮觀音，遙視着遠方。上面是另外的觀音，這是什麼？圓光觀音，北魏時期的作品，珍貴的寶物。不過這一個應該就是一個贗品了，不過看上去還是金燦燦，蠻新的。這是什麼？華屏觀音，也是北魏時期的作品哦。手上拿的是這個甘露吧？可以拯救蒼生哦，救病治人，但是香火並不是很旺。這只貓啊，又來了，這難道就是守廟的貓嗎？嗨，巴雷，又見面了。
這是灑水觀音，這個應該是送子觀音吧？啊，沒錯，看，被包裹得嚴嚴實實的，而且他的眼睛呢就沒有被遮住了。那只貓咪，嘿，宝贝，嗨。这是什麼？素珠觀音，有很多觀音的名字啊，我根本就念不出來。還好這個牆上啊有這個介紹，說是宋代的作品。哇，蠻高的耶！這個觀音還插了蠻多的香燭的，你看，旁邊有好多的經文嘛。這是什麼？經書觀音，哇哦，學習的，怪不得有這麼多香燭啊，望子成龍嘛。香王觀音。日本的國寶，而且據說啊，它誕生於日本的飞鳥時代，現在仍然啊收藏在法隆寺。有沒有去過法隆寺？沒有去過。去過聖尾寺。聖尾寺啊，下一次去看一看。而這個作品啊，你看他的手上還捧着應該是香爐吧，香王觀音。這個什麼？延命觀音，哎呦，延長壽命哦，應該好好拜一下嘛。但現在下面沒有任何的香爐，只有一只螳螂啊，還守護在這裡，看到了嗎？這只螳螂，嘿嘿，延命觀音。哇，在這個中庭這裡啊，那底下的風光非常的漂亮，而這座寺廟呢，就在這個山頂上面。你這裡有一個觀音啊，他身上的衣服是白色的，和剛剛旁邊看到的那些金燦燦的完全不一樣。哦，果然啊，這是白衣觀音。上面啊有點危險哦，因為磚瓦全部都掉落完了。這尊觀音啊叫做一葉觀音，你看它乘坐在蓮花上面啊。周圍還站了好幾個羅漢，說他是不辭辛勞的普救眾生吧。看一下下面，這裡啊，同樣也有兩尊。你看這一尊，他手上好像拿了一個印章還是什麼？哦，這一尊叫做寶應觀音。這個寶應觀音啊，又稱為玉應觀音，雕凿於宋代的這個觀音，你知道它收藏在哪一個寺廟裡面嗎？在哪裡啊？我怪不得啊，為什麼看上去這麼似曾相識？原來這上面寫上的是它收藏在大竹的北山寺廟。因為上一次啊，我是去探尋過這個寺廟的，而且啊，裡面密密麻麻的攝像頭啊，真是讓人感覺到渾身不自在。而當年的那個真品呢，現在就在那個地方哦。這個什麼魚籃觀音？連這個觀音啊，手上拿着一個籃子，裡面還有一隻魚。哇，我覺得釣魚的人啊，一定要來好好的拜一拜啊，這樣的話就可以釣到更多的魚了。那這裡面果然啊，香燭還蠻多的，看來大家都希望釣到更多的魚。你這裡的屋頂啊，都坍塌了，而底下那個地方啊，看上去有一像是一個武將一樣的人，那也是觀音嗎？嘿，那地上。這是什麼？施藥觀音，在手上啊拿着藥品，解救眾生吧。這一位呢？哦，果然啊，這看上去像武將的人也是觀音啊，叫什麼威德觀音，但是沒有太多的介紹。真品收藏在蘇州的。
一如觀音，唐代的作品，這是一個仿品，騰雲駕霧。這一位呢是夜衣觀音哦，這兩尊啊都是唐代的作品，跟神話故事有關吧，但是並沒有對它有太多的描述。哦，这是紫竹觀音，你看。上一次啊，我們去那個廢棄的寺廟裡面，看到那個唐代的摩崖造像，它的底下呢就有一個很大的紫竹觀音，還記得嗎？而這就是紫竹觀音的翻版吧？你看這寫的是紫竹觀音啊，它在竹林深處呢打坐靜思，所以我們經常說到有竹林的地方啊，一般都會有寺廟呢，竹林比較的清靜嘛。哇，這種觀音。我連名字啊都沒有聽過，叫不空王觀音。不空王觀音又稱不空鎖觀音，其特徵是手持鎖哦，就這個鎖，這是鎖喲，還不是鞭子。此像原作係四川大竹廟高山第4號觀音窟右壁石刻，啊，是一尊石刻。大竹的廟高山。當年我也去拍攝過，不記得有這一尊觀音啊，可能是看得太快，一下就忘記錯過了吧。不過現在看上去啊，真是蠻威武的。哇哦，你看這裡啊，竟然有一個全身綠色的觀音菩薩，你以前有見過嗎？沒有哎。哇，這真是蠻少見的耶。它的名字啊叫做綠度母，我來讀一下啊。綠度母是一位善良多情、助人為樂的菩薩，因他能解脫八難，所以也叫做救八難度母。又因呢，藏族同胞啊對唐代的文成公主的愛戴甚深，所以呢將她佛化為了綠度母。哦，這是藏傳佛教的菩薩了。你看這一面啊，還有一個白度母。全身是白色的，讀一下，白度母，傳說中稱其為藏王松贊干布的尼泊爾妻子赤尊公主的轉世。哇哦，這赤尊公主轉世哦，因她貌美膚白，心底善良，久而久之呢，將她佛化了。哦，公主的轉世啊，這都是藏傳佛教的。以前常聽說啊，寺廟的荒廢一般就是2種原因吧，要麼就是香火收入微薄，連寺廟裡的僧人啊都難以養活，慢慢的呢就斷了人煙吧；要麼呢就是新修建的寺廟啊拿不到合法的經營許可。但是這一座寺廟啊，怎麼看呢都不像是卡在許可證上的樣子。你看，在過去啊，出家人呢講究的就是潛心修法。怎麼會怕辛苦呢？苦中作樂，這不應該是常態嗎？而如果出家人啊，他們最終追求的目的啊，都是像前段時間滿城炒得沸沸揚揚的那個大和尚那樣，就是那個花和尚酒肉穿腸的福分吧？啊，對，就是那個花和尚那樣，那可真是走偏了。不過怪不得啊，現在大家一提到寺廟裡面的和尚呢，都說他們其實是一種職業。那白天啊，好像是在寺廟裡面念經誦法，而一到晚上呢，就變成了花天酒地、爛醉如泥的生活。所以現在啊，寺廟變成這樣的一番模樣啊，我想應該也是有原因的吧。好吧，那這裡啊，也就是這樣了。那我是阿森，我是小思。現在呢，我們在這個廢棄的寺廟，那我們的旅行呢，又將繼續。那我們下期再見。這裡啊，就是寺廟的最高處了。其實從這裡看下去啊，能看到寺廟的全貌吧，還是蠻漂亮的。想當年啊，寺廟的香火應該還是旺過一段時間吧。不過如今啊，就只剩下這一些金燦燦的觀音啊，還留在這裡吧。風景啊，依然非常的漂亮。